以往在做视频的时候，经常有弹幕或者评论说禁书不可信。作为一个在视频中大量引用原文，堪称是原入党的 UP 主，对于这样的评论，总想着给禁书证明一下。但是吧，禁书确实非常具有自己的特色，以至于到了让人大呼魔法目录的地步。比如第一个，天外来客。像什么在西晋初期重臣张华的传记当中，皇家武库着火了，张华派人去灭火，武库中的珍贵宝物如王莽的脑袋、孔子穿过的鞋子都被大火焚毁了。但是汉高祖斩白蛇用的那把剑却在大火当中御空飞行，直冲上天了。再或者在匈奴人的首都，天上掉下来一个1000平米大小的肉，不仅巨臭无比，而且还会哭，日日夜夜的哭，吓得匈奴人惊恐异常，连夜跑路。然后呢，就是第二个，禁书里面的帝王人物基本上都有点特异功能，堪称诸神黄昏。比如汉赵的开国皇帝刘渊，是他的母亲又是做神梦，又是吃太阳精华，又是怀孕13个月才生下来的。比如从奴隶起家，最后成为后赵开国皇帝的石勒，早年间做佃客的时候，在地里干活，他耳边总是能听到阵阵的脚骨铮鸣，别人都还听不到。石勒因此呢，就暗自以为自己莫非就是那个天命之子。等到干完活之后，回到家里告诉自己的母亲，师母一脸心疼地说：“傻孩子，在干活的时候悠着点，你看你累得都耳鸣了。”又或者前秦苻坚苻大帝，他的母亲也是在梦里费了一番功夫，然后怀了12个月才生了下来。这一出生，苻坚又是身上发光，又是背上有纹身，又是眼睛射出紫电镭射激光，总之一看就不是好惹的。还有第三类，可以总结为怪力乱神。比如写《搜神记》的甘宝，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有一名小妾被强制殉葬。10多年之后呢，甘宝的母亲去世，要跟父亲合葬在一起。结果打开陵墓一看，那个小妾竟然还活着，而且后来还重新嫁了人，而且还跟人生了孩子。最后呢，禁书里面还有很多克苏鲁级别的恐怖事件，最典型的还出现在匈奴汉国。匈奴皇帝刘聪，他宠爱的妃子刘娥因为生孩子而去世了。那死因是什么呢？因为刘娥生出了一只老虎和一条蛇，这虎和蛇一落地就开始害人。匈奴的老百姓再次遭遇怪兽的袭击，又是一阵骚乱。刘娥呢也因此郁郁而终了。此外呢，还有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鬼故事，说啊，两晋之交，谢坤连夜赶路下江南，走到半路的时候还会遇到鬼屋，有一个空亭子会把留宿此处的人半夜杀掉。谢坤不信邪，就住到里面。这还没算完，天快要蒙蒙亮的时候，一个黄衣人出现在门外，轻声呼唤谢坤的字，说：“有余开门呐。”说真的，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汗毛都竖起来了。这还没完，艺高人胆大的谢坤呢，竟然从窗户中伸出手去，一把抓住那个黄衣妖怪，在拉扯之间，不小心把那个黄衣妖怪的胳膊给弄断了。拿到屋里来一瞧，发现竟然是一只鹿腿。他走出宫廷，沿着血迹一路找过去，最终找到了那只死去的鹿妖。此后呢，这个宫廷就再没有发现过妖怪杀人的这事件了。以上呢，便是禁书里面引人关注的魔法情节。除了魔法意味十足，禁书还有一个更为主要的问题，也算是致命问题，那就是记载混乱不堪，甚至两篇之间的史料直接冲突。比较典型的有祖逖祖大将军与石虎的第一次交战的记载。石虎作为后赵战力最强的将领之一，能打得过他的人确实不多。在祖逖的传记里面，当祖逖刚挺进河南地区的时候，石虎率兵合围祖逖，想打又不敢打，最后引兵撤退了。但是到了石勒的传记里面的时候，这个记载又变成了石虎确实出击了，而且祖逖不敌石虎，吃了败仗，战线撤退到梁国。当然最无语的还是禁书里面的语在某传。禁书当中为了主线，往往会把不相关的人或者是事情放在别处记载，用语在某传来提示。比如说刘琨联名180位干部劝进司马睿登基称帝，这封劝进的文书就在司马睿的传记当中，刘琨传记里会用一句语在原记来提示大家。但是禁书里面的幺蛾子又出现了，关于王国宝矫诏杀王寻的事件。在王国宝的传记里面，禁书说细节请看王寻传。那到了王寻传里面呢，禁书又说细节请看王国宝传。
我都怀疑修这2章的2个编辑是不是都想摸鱼，在互相甩锅呢？然后说冯胆的哥哥冯辉自有传，那我就老老实实去查了，结果冯辉根本没有记载。又说小皇帝晋明帝刚当基的时候，对大将军王敦很不爽，亲自写诏书让王敦还朝。这封诏书的细节，请大家看《明帝纪》。结果《明帝纪》里面关于这茬提都没提。那好歹晋书也是24史之一，怎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情况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杜如晦的亲密战友房玄龄先生了。24史里面前4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都是私人修饰，其中包含了作者大量的立场倾向和情感好恶。而晋书是我国历史上官方修饰的开山之作。既然是官方组织的，那这种集众人之力编纂史学，虽然分工明确，但却十分缺乏默契的配合和思路的统一，就很容易逻辑混乱，前后不一。有点类似于高校里面研究生替导师编教材，导师负责第1章，剩下的呢有几个博士带着几个硕士各领1节，最后拼拼凑凑合在一起算完事儿。所以这才会发生当街杀死天子的程济在晋书文帝纪里面程济程粹兄弟被夷3族，但是跑到荀婿传里面又变成了只有程济程粹兄弟本人被杀，家族没有事的矛盾记载。估计负责这2章的人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吧。再有一个，晋书的编纂开始于贞观20年闰3月，止步于贞观22年7月，总共历时2年半。就这么短的时间，要把两晋160余年，包含几十个政权，从兴起到覆灭的全过程都记录下来，那必然是赶鸭子上架，输了不少。其实早就有人吐槽过了，同时代的唐代史学大家刘知几就说过，晋书虽然文辞优美，可读性较好，但不免有编者艺术加工的成分在里面，反而降低了可信度。等到大唐也消亡之后，5代的时候，人们给大唐所修的旧唐书中，对于房玄龄修的晋书就毫不客气地总结为，修晋史的官员多是文学家，而不是史学家。又东拉西扯地找到了一些怪力乱神的史料，所以为当时学者所不服。那我们做这个视频整了一个大新闻，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把晋书批判一番吗？当然不是。其实晋书的优点也是非常突出的，其中一个就是刘知几等人说的可读性非常高。虽然晋书的史实异常拉胯，但是其文采堪称天下第一。六朝骈文讲究的就是对仗工整和声律铿锵，到了大唐呢，骈体文还是有很强的影响力的，所以我们就能够在晋书当中看到这样异常优美的记载。比如搬砖大师陶侃劝谏大家珍惜时间，说大禹圣者都惜寸阴，至于我们当惜分阴。再比如奴隶皇帝石勒怒斥曹操和司马懿的时候说，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又比如批判白眼狼，叫做饥则妇人，饱则羔羊。至于什么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又或者从善如顺流，去恶如探汤。飞龙御天，自云雨势，帝王星运，借古功利，这种骈句在晋书里面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除了满嘴顺口溜仿佛要考研的468句，晋书里面成语的密度也是异常之高，像什么禽兽不如、洛阳纸贵、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休戚与共、矢志不渝、风声鹤唳、东山再起、闻鸡起舞、遗臭万年，那就更多了。晋书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都是异常的明显，如果不是搞研究，还是非常值得一读的。那对于其中的错误，其实只需要找一个稍微靠谱一点的出版社，里面的很多内容就全部解决了。例如祖逖北伐，过江之后第一站到了江阴，但是江阴明显是在长江南岸，怎么会是过江之后呢？中华书局的晋书里面就为我们标注了，说这个江阴啊可能是错误，真实的地方有可能是淮阴，淮字与江字搞混了。拜拜。